有些朋友总喜欢拿咱们的中国天宫空间站跟国际空间站比，总觉得不如人家，说国际空间站是第4代，我们手握后发优势，却只能造个第3代空间站，太落后了，真是这样吗？关注我们，支持我们，祖国万岁！我们今天就来分析分析两座空间站到底有哪些不同。一、大与小。单从外形看，国际空间站大，中国空间站小，这是毋庸置疑的，咱得承认。国际空间站横架长94米，算上伸出去的太阳能帆板，总长度达109米，比天宫空间站大太多了。从总质量看，国际空间站目前达到450吨，而天宫空间站加飞船一起也不过100余吨，比人家也轻得多。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天宫空间站自天河核心舱发射到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对接形成梯次构型共历时1年半。国际空间站从1998年11月发射第一个俄罗斯模块，到2011年6月最终成型，其建设共耗时12年07个月。即便是形成与中国天宫一样的双实验舱构型，国际空间站也花了9年3个月。谁知道9年后中国空间站会不会长成龟字甚至喜字形呢？二、多与少。国际空间站由大大小小17、8个舱段和模块组成，加压舱容积达到1005立方米。而中国天宫空间站结构简单，目前只有天河核心舱和问天、梦天2个实验舱组成3舱 T 字形结构，加压舱容积仅340立方米。论舱段数量，天宫比国际空间站少许多。论内部空间，天宫仅有人家1/3，这就决定了中国常驻太空航天员的数量不如人家。我们目前是3个人，只在轮换的几天里达到6个人。国际空间站有7人常驻。我们已知目前的3舱 T 字结构是天宫空间站的基础形态，未来在天河核心舱的前向对接口还会增加新的服务舱、气闸舱和实验舱。随着新一代载人飞船服役，中国空间站的舱段和模块更多，支持常驻航天员的人数也将超过今天的国际空间站。三、挤与不挤。但咱们天宫空间站在电视里看起来总是那么宽敞、明亮、整洁、有序，于是又有人说国际空间站里挤，说明人家在做事，不是做样子。我们之前看到的许多画面都是天宫空间站在轨验证和组装建造阶段，航天员最主要的工作是检验空间站各系统工作是否正常，把空间站一个模块一个模块拼接起来。航天员此时最重要的科学研究对象是他们自己。当第一阶段建造完成，我们的航天员也一样要在实验舱里开展数以千计的太空科学实验，他们的任务更繁重，空间站也相应的更乱更挤一些。正如前面所说，由于中国空间站内部空间相对较小，要想始终保持整洁有序存在难度。四、落后与先进。有人说中国天宫是第3代空间站，而国际空间站是第4代，尽管有后发优势，但中国空间站是落后的构型，不如人家先进。果真如此，以构型划代只是一种人为分类方式。事实上，国际空间站采用横架结构并非因为它更先进，而恰恰是采用了落后技术，不得已而为之。国际空间站8组巨型太阳翼令人印象深刻，从某种角度讲，它就是国际空间站的标志和象征。空间站上同样面积巨大的还有几片散热板，为了支撑起这些巨型设备，国际空间站不得不拼装了一个94米长的金属结构横架。即便如此，国际空间站的发电能力还是无法满足需求。相比之下，中国空间站采用了面积较小但发电效率更高的柔性薄膜太阳翼，各舱段的热管理效率也更好，这使我们能用小得多的太阳能电池满足20多个科学机轨工作。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这个第3代其实要比人家的第4代更先进。巨型太阳翼和散热板看起来威武壮观，它却不是科学家愿意要的，因为在400公里高度上依然有稀薄的大气，空气阻力会拖慢空间站的速度。你的太阳能帆板越大，空气阻力就越大，空间站往下掉得越快。国际空间站每个月要下坠2公里。俄罗斯频繁的发射货运飞船给空间站加油维持轨道高度，每年运送 7.5 吨燃料就要花掉14亿人民币。中国空间站在设计和建造中还采用了大量最新技术，不仅在空间站里有 5G WiFi， 还能通过中继卫星实现天地高速通信。
这样我们就能在地面实时操作空间站科学实验设备，监控实验进程，获取实验数据，在提高空间站使用效率的同时，减轻航天员的劳动强度。5. 共享与专用。国际空间站是15国参与的近地轨道大型科学设施，它就像某些城市里流行的共享空间。这个空间由美国、俄罗斯主导，其中美国出钱最多，还有一票否决权。曾经有多个国家希望邀请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的建设运营，但美国不同意，连看都不让看一眼。天宫就是中国空间站，虽然暂时小一点，却是我们的自有产权房。在空间科学研究方面，我们本着开放的态度，只要你交的申请材料可以过审，答应成果共享，实验就能在天宫空间站里做。当然了，美国人提交的申请资料太欧，审核总是通不过，只能表示遗憾。